这里是洛阳市老城北，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韩家仓的遗址发掘现场。土力可清晰了，你看，小米粒，你看。考古人员装进袋子里的是1300多年前的粮食碳化物。这些保存至今的粮食，不仅是武周时期几百万洛阳人的口粮，还是整个帝国的战略储备粮。武周时期的洛阳大约有200多万常住人口，庞大的人口规模、神都的政治地位，都让洛阳的粮食保障问题成为天下1等1的大事。如果粮价失控，对于国家而言，问题将变得非常棘手。南北市是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交易市场。作为市场管理者的梅福，虽然官不大，但责任重大。在他的管理下，南市的粮食交易能够顺畅有序进行。洛阳人的吃饭问题就有了基本的保障，而韩家仓则是武周政权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保障。韩家仓位于洛阳皇宫的东北角，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，共有圆形仓窖400多个，有方墙维护和重兵把守，是当时最大的粮食储备仓库。通过水路从全国各地收纳来的官粮，都被储存在这座皇家粮仓里。高峰时期，韩家仓的储粮达到580多万担，约占全国粮食储备量的1半。掌管这座粮仓的官员可谓是压力巨大，满朝文武的俸禄都是从这里发出。尤其是在发生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年月，主管官员更是忙得焦头烂额，一面要派发军粮，一面要平抑市场上的粮价。好在洛阳城的水系交通发达，使得粮食的运输有着强大的保障。韩家仓的充实，奠定了神都洛阳繁盛的根基。南市是武周时期经济贸易繁荣的一个缩影，而南市的生意兴隆，洛阳200多万居民能够填饱肚子，归根结底全依赖于洛阳发达的水运交通系统。而洛阳水运强大的运输功能，更是神都建设的不二功臣。武则天时期，洛阳地区新建了15座宫殿，包括象征女皇受命于天、君临万方的明堂和天堂。据学者估算，这15座宫殿大约消耗了近3万立方米的木材，需要砍伐1000万平方米左右的森林，而且巨木的需求量很大。比如明堂的中心柱约高26米，直径为2.94米。明堂的8根堂心柱约高17.9米，直径为0.8米。曾经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紫微宫里的瑶光殿，总高28米，开间7米，进深20多米，是九州池皇家园林内的一座重要建筑。这座雄伟的宫殿全部采用木质榫卯结构，消耗掉的木材量非常巨大。
这些海量巨大的木材，大多来自遥远的南方地区。水运是唯一的运输方式。可以说，没有洛阳的水运交通系统，就不可能建成这么多巍峨辉煌的皇家建筑。今天，洛阳地区的运河早已卸下了关乎一座城市，甚至一个王朝兴衰的重担。当夜色来临，运河两岸一盏盏宫灯点亮，把1300年前南北世上的传说包裹进一片摇曳的光晕之中。南市属城梅福今天要到安僧达的香料店里做裁判。但凡世上闹起了商业纷争，非要一争高下时，梅福作为属城都要出面进行专业评判，这也是他必须具备的工作能力之一。大人，这还得进行一番校验呢。梅福拿起2片沉香木，仔细地观察了一番，然后将香木放在烛火上点燃，待烟气散出，凝神细闻其味。两相比较，细微的区别，一时竟让梅福很难分辨出两者的优劣。片刻踌躇后，梅福突然将沉香片掰下一小块，放入嘴中咀嚼了起来。在咀嚼完另一块后，梅福微笑着把手里的这块沉香举了起来。这块好，这块比你那块好。何以见得他这块沉香比我的好呢？落败的一方追问梅福何以鉴别孰优孰劣，梅福说道：“2种沉香均属上乘，实难分伯仲。但入口之后，滋味却是有了差别。胜出的沉香咀嚼时更具辛辣之味，证明含油量更高，因而香味会更加持久。”恭喜啊！输掉的老板对梅福心悦诚服，都是难得的上等沉香。职场上一律严查。听好了，宽1尺8，长4丈，这才算1匹绢。织的经纬粗不算，用丝粗劣不算，染色不正不算。杜绝不良商贩，缺斤少两，投机取巧。都不许干！说的对啊，是啊，这样才能公平交易啊。临近闭市前，梅福再次把经常犯错的商户们召集在一起训话。毕竟，再过几日，太府寺平准署就会下来检查。如果再被平准署抓到把柄，告到太府寺卿几处讷大人那里，梅福的乌纱帽怕是就保不住了。你们要做一个有良知的商贩，欺诈百姓，但有发现，一定严惩。听到没有？遵命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都散了吧。
武则天时期的洛阳，南北市场的运营时间都有明确规定。午时击鼓200下，而众大会；日入前7刻，击征300下，散。因此，从午时至酉时，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天朝人，还是长途跋涉的西域人，每天只有1个下午的时间，在繁华的洛阳南北市上，去寻找梦想中的财富和机遇。每天看着市场上的繁忙景象，梅福内心都充满着喜悦。他虽是漫长历史中的一粒尘埃，但他为自己这微末的贡献感到欣喜和满足。钟声响起，傍晚来临，又到了梅福锁上南市方门的时刻。此时，运河上的渔火船灯开始3三两两地点亮起来。花船上歌姬旖旎婉转的曲调飘渺在河面上。洛阳城，夜晚的故事即将上演。